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们又来讲废话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又是大家群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叫做我的抠门对象。到底谁没有遇到过几个抠门对象啊？反正本人是经历过很多，也没有很多，但是本人经历过非常精彩的故事。我要听，快点讲一个给我听一听。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现在还在互联网上流传。就是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就是我原来交往过一个广东籍的男朋友，然后呢我忘了是什么节日了，反正他就要送我礼物，然后他当时从他的车上拿下那个东西的时候，我误以为就是他只拿出来了一半因为那个东西是烧卤味之类的东西吗？他拿了一个晾衣架，因为我以为他要送我一个礼服长裙之类的，结果他就是真的送我一个衣架，因为他说那个广东话说就叫做挂住你这真的不是段子，这个是本人亲历的。他真的觉得很浪漫是吗？我就在想说，你真的是为了就是抠逼这件事情，你就是还有想到谐音梗呢。就是我有一种而且我当时无法反驳，你知道吗？而且我当时很小，大概就是大学毕业1-2年的样子，我就是整个被这个东西就被这件事震撼住了，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的，因为我大学有交往过男朋友啊，就是有交往因为他并不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我是认识过正常男人的所以他这一行为他把我震撼住了，以及我那时候没有见过世面，也没有见过太多的抠男的，就这个男的一出手就让我有点整个就是还可以这样。我听的第一反应我也是懵住了。对啊，因为我当时以为他要给我一件礼服裙，所以他先把衣架拿出来，然后等会就是比方说要把裙子放上去，或者裙子从那个没有后面那一半就真的只有一个衣架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很不错，就是你是在他的那个浪漫包装下你无话可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没有买东西灵机一动，还是他就是想送我那个这个案子我到现在都没有破，你知道吗？因为我也不想再追究了我只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惊我，以至于我每次跟别人讲这个故事，别人都怀疑我编的段子。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段子的原始人就是我就是我说的这个故事，我真的就是很痛苦。我还有遇到一个男朋友，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就是我送他那个戒指，他就是不肯还给我，我们分手之后对，我有印象。对，他就不肯还给我，他就舍不得还给我，但是那个戒指非常贵，因为它是卡地亚的戒指。你知道我们女的怎么那么喜欢买东西给男的，然后我就很想要回来，然后我就问他要，我就说其他东西你就保留吧，那个戒指你可不可以留给我做个纪念，这样子想把戒指骗回来。结果他没有上当，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也留给我做个纪念吧对，然后我就当时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把东西骗回来，于是我就是情深意切的写了一封信给他，就是先忆往昔，讲了一下我们之间的甜美爱情，最后我就说希望他把这个戒指就是留给我，这样我可以在上面刻上字，以后再寄还给他，然后以及我准备了一个其他的礼物，因为他快过生日了什么之类的，他大概就是为了想得到另外一个礼物，以及我觉得我去拿去刻字这件事情可能对他还就是有旧情难忘，他就终于把戒指就是还给我之后，我就再也不会理他就是为了卡地亚的戒指本人也付出很多。反正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工作没有多久，就是属于是个贫困女孩耶，就是我买那个卡地亚的戒指真的很大方真的我买卡地亚戒指给他，我就花了好几个月工资耶。可是我当时因为那个戒指真的很就是那个 love 的戒指，就那个要用那个小的螺丝刀才能转开的那个戒指很贵耶。但是你知道我们女的就是为爱就是会付出一切啊，他妈的就是老是落到这种下场真的很惨。还有一个男朋友就是也是抠门，但是他是那一种就是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我有去他们家住过，然后我就在他们家落下了很多东西，就比方说我的名牌围巾啊，我的名牌的那个墨镜啊，然后分手的时候我就去拿回来，但是在我还没有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飞快的交往了下一个女朋友，并且把那些东西全部送给那个女的了这也做得出啊？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女的知不知道她是我的东西但是我已经就是在人人网上看见那个女的围着我的围巾，这样真的很过分耶。我就觉得第一你对我也很不尊重，第二个对人家女生也很不尊重对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很难，因为别的女生戴过了，我也很难要回来自己戴，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一下又被男的尬住又是被他们引导，我就有一种就是你知道那种心理就是安慰自己，想说是我用过不要用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个 Burberry 的围巾也很贵，你知道吗？我的心也很痛我听了都心痛因为这种就是价值比较高的东西还是不想随便扔掉的了。对啊，而且我很难去跟他女朋友开口要因为我跟他开口要的话，他一定会说我已经送人了，那你自己去问他要吧，他肯定会这样讲那我又没有办法问一个陌生的女生说你把那个围巾要给我，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我很难做得出来
确实。所以我就觉得他妈的，你看本人那个抠门的经验是多么的丰富，就是因为我经常遇到的这种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但他不是我的对象哈，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比较难得的遇到的。他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讲呢？虽然他不是太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抠门的对象，但他的故事实在是太经典了。就是他有一个道具，他特别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道具。我们就是去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用那个手机支付啊什么的，就是用现金嘛。到了最后，大家不是会 A 钱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普通朋友哈，都不是那个对象那种，大家就会把钱放在中间啊，就是比方说，哎呀，要不然就我来买，要不然就是 A 钱啊什么的。每当这个时候呢，他也会主动的拿出钱包，然后翻了半天说，哎呀，我来买，然后就是把那个钱包拿出来的时候，他有一张100块钱，但那张100块钱是只有一半，是破的。对，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道具，可能捡的，或者是真的就是那个钱被撕破了，从此以后作为他的道具。他每次就是因为本人就已经遇到过2次，还有其他朋友也遇到过这个新闻，他每次都说，哎，我来付，哎呀，这个钱是破的，你知道破的钱就肯定不能用啊，大家就会说啊，没事没事，就算了吧，我们就来帮你付吧，然后他就顺利就是可以逃单。这个道具，但是这个道具他已经使用过好多次了，就是不是真的碰到了，你真的就是，而且你口袋只剩一张100块还是破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够离谱了吧？谁会当你还用现金付账的时候，你的钱包里只有一张100块的？对啊，因为他装的就是我有100块，哎呀，怎么会是破的？哎呀，用不了了。就是你知道他的故事设计是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你同桌的人就会说算了，就是每个人 A 到头还没有多少钱嘛，就是这次你就不要你付了那种，但他每次都会把那个破的那100块钱拿出来。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就是我没有想到有人会问逃单或者是抠门这件事就做出这么多努力的小细节和努力的那个小道具了，我都会觉得哇，也太精心准备了吧。但我觉得他这个真的很不高明诶，因为我之前好像在影视剧里面还是怎样，相棒那一集大概就是讲一个人生活非常困苦，他已经完全是靠超市试吃他才能活下去的那种，但他就定了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表，就是他不能重复，因为重复的话就是会被那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就是被抓到你其实就是在这里混吃的嘛，所以他就是周一我去哪个超市，周二去哪个超市，然后每天就在不同的超市奔波。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想被人发现的话，你应该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轮流计划表吧。你那个朋友我就会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很 care 就是被人连续抓到好几次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他没有 care 被人抓到，他 care 的就是当场就是现在就是只要不付钱 right now 的这个我要解决就好了，因为就算被揭穿他也没有别的钱了，你也没有办法。我觉得他只 care 这个，而且我觉得他也有在打那个游击战，因为他跟别的朋友就是聚会也有用。对，就是非常的精心，就是我觉得这些有精心设计。但是我觉得这种抠门啊，就是分2种，一种就是真的抠门，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真的比较贫穷。对，贫穷这些事我就可以理解，因为本人就是穷人过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贫穷的经验我们非常丰富。就是当你贫穷所以变得小气的时候，我是可以理解了，因为你就是没钱啊，你不是不想吃好的，或者是不想大方，而是我就大方了，我就是下半个月我就要吃糠咽菜了。所以这件事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抠门，就是他可能对你不抠，他对他自己很抠。因为我朋友的她的老公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是要买那个结婚戒指吗？然后他老婆买了那个梵克雅宝的，其实他其实不穷，你知道吗？他是有钱的，但他就是很抠。他会说为什么结婚戒指要买那么贵？你每天戴在手上，谁知道你那个戒指是那么贵的呢？然后他老婆说我管你，我就是要买梵克雅宝。然后他就说那我也一定要买这个嘛。他老婆说随便你啊。然后他地摊上买了个5块钱的铁的，真的是5块钱的铁的。他老婆戴的梵克雅宝，他戴5块钱的那个铁的。他说我不 care 这件事啊，他说我本来就觉得为什么要结婚戒指买那么贵，没有理由嘛。然后他铁到什么程度啊，就戴久了手会那个地方会发黑的那种铁的，你知道吗？然后她老公就是坚持戴着那个铁的戒指结的婚，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但她老公就不是天天戴，你知道吗？他就会说手会发黑啊，我就是不愿意天天戴。但我就觉得这种就还可以，因为你没有对你老婆抠，而且他们2个人经常就是那种，因为我朋友就是那种非常会享受的人，就是他很爱去按摩，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做 SPA 呀什么什么的，中医按摩啊什么的。然后他每次就是邀约跟她老公一起，比方说散步散到老公我腰好痛，我们就路边有那个按摩店，我们就去按一下。然后她老公就舍不得，她老公就说那你按吧，我坐在边上等你，然后就给老婆付钱。真的，但她老公是抠门到什么程度的那种人哦，就是每天晚上你像人不是会起床上厕所嘛，然后他们家的卧室和那个厕
所离得比较远，他老婆走过去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他会开好几个灯，然后他老公一看到开那么多灯，他心就痛了。就是他那时候哪怕躺在床上，他会立刻起来跟他老婆后面把一个个灯都关掉，就是老婆不要那么浪费电。然后他老婆说可是我一路走来就是很黑啊，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就是比方说你走过一个地方关一个地方，然后你走到那个回来要开的时候再开。但是他还有好处就是他不会限制老婆花钱，他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那个抠门。他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怎么讲消费观的那种，因为他听起来就是很像我们父母辈的那种观念，就是要省电然后没有必要的东西不要买，然后享受型的消费，哎，不要，对，他就是完全，但他你这样听起来也是抠的嘛，对不对？但是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没有抠到别人，就是比方说你没有抱着那种占便宜的心啊，没有那种就是好像我能赖就赖掉啊，然后以及那种我不享受谁不想享受啊，我觉得没有这种，我就觉得就还好，对，不影响别人就是其实无所谓了。对，但我们评论里的这一些就还蛮影响别人的非常爱看我们这一期的那个评论，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都把我笑得要命，我会觉得天哪，大家的人生也过得太精彩了吧。我发现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抠门的点，就是那个情人节发红包这件事，就是有很多朋友讲到就是发红包这件事如何抠门呢？就是我同学女离异，然后呢现在也跟一个离异男在谈恋爱，两个人在3、4线城市，都40岁左右，男的工资1万出头，有房有车有儿子。我同学呢做小生意，月收入有十几千有十几万，有房有车有女儿。这个男的过年发红包发5.2块啊，两个人要是吵嘴，男的要哄女的发1毛钱2毛钱的红包，这么说吧，10块钱够他发75个红包我觉得都已经40多岁了，然后你再发5.2块啊，什么1.3块1.4块的那个红包，我觉得就有点过分。如果你现在是比方说你是男高中生女高中生，我觉得还可以，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或者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有那种朋友的群里面，大家就是要发那种特别小额的红包，就是发着玩的，那我觉得可以，那种还可以。但这种谈恋爱的我就觉得，而且你已经40了，对啊，就是干嘛呢？你也不穷困。如果你比方说养儿子特别难，那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你月收入2万已经不算是贫困了吧？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很夸张。这个朋友他说，我交往过的男同学之前交情还算不错，有个挺离谱的，说要送我他的马克笔，我说不用了，不太好，然后他非要送，我想了想，我特别需要，我就要了。然后快递到了之后，他问我什么时候转马克笔的钱，缺钱交宿舍电费。我心想，不是你坚持要送吗？怎么问我要钱？然后我退了回去，自己买了一套新的马克笔，才不用他的二手。然后特别搞笑，然后他就说，为了把他的二手马克笔卖给我，真是诡计多端怎么会这样？马克笔也没有多少钱呢？对啊，就算是你转给他也没有多少钱呢，而且就是真的是充满了一种强买强卖的感觉。对啊，而且就是有种你知道误导性消费，你根本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跟我讲价钱对，好像是那种切糕哦。对，就是一种诈骗式营销我前任从老家回来，跑来找我求复合，拿出一瓶5毫升的迪奥的小样香水，说我妈说给你瓶香水，迪奥的啊。虽然我当时刚毕业，确实没有用过迪奥，但是也没有见过拿5毫升小样送人哎，你说到那个小样，我这边就有类似的，也是拿小样，就是大概是情人节还是就是那个女生生日吧，然后对方就从兜里刷一下抽出了3只小样，然后掏了送给他，然后那女生她就说，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误导啊？因为我最近就是你知道，就是微博私信里面就是会接到人家就是问你要不要接广告的，然后就说现在有很多小样群的那种广告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要不要接啊什么的。我虽然是没有接，但是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有男生被我们女生就是看小红书啊会被这种东西误导了，以为女的真的很喜欢小样这种东西，然后呢加上它又便宜，男的就以为我找到了一个送礼的捷径，又便宜又能好像送出大牌了。就是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东西？没有人就是没有女的会真心喜欢小样，只是因为我们贫困了其实我有一点觉得不太可能是真的误以为，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这属于常识吧，没有人会想要一个，没有，他是会这样子比，就是说我送你一个正装的口红，比方说29.9块，那我送你一个小样的口红，可是它是 Chanel 哦，也是29.9块，那你可能比较想要收到 Chanel 的吧。但是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想收29.9块？哎，
这个朋友他说，上大学时候有个老乡追我，2个人出去吃饭，点了一个很小份的火锅套餐，我提出想加1份面，问他要不要，他说不，但是套餐分量太小了，吃到最后只剩1块面，他问都没问我，把面放进自己的锅里，然后舔了一下筷子问我，你吃点不？我赶紧摇头，不吃不吃。然后另一个之前追我的男生从来不找我聊天，互相知道一点基础情况，就使劲劝我跟他在一起。王者送了我一个6块钱的皮肤，要跟我改情侣关系。后来有一次约一群人出去剧本杀，送了我一个小米电动牙刷，说是单位年会抽奖送的，我拒绝了。后来不联系了，我有了一个新的暧昧对象，他还到处说我渣他。你刚刚说到那个吃东西的那个，我想到我有一次就在北京在唐宫吃饭，然后呢我隔壁那一桌就发生了这种精彩的事情，就他们点菜的时候啊，那个服务生就过来就说今日就是有特价菜嘛，今天的特价菜就是那个龙虾，也不贵，那个龙虾大概才78，因为是小的那种小只的龙虾，对，它很小只，它一份就是一小只，就是78，也不贵，对不对？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好啊，那我们来一个，然后那个男的说不要，然后服务员就很尴尬，不知道要听谁的。然后那个女的说我要吃龙虾，然后那个男的说不要太贵了，然后那个女的就很生气说我付钱，这个龙虾的钱我付，我要点，就是你明显看到那个女的有点不开心了，你知道吗？就最后就是那个男的一听说这女的自己付钱，那他就同意了，就点了，因为其他菜还是这个男的点的，你知道吗？然后反正服务员就把他记上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是上菜了，然后上了这个龙虾了以后，那个男的就是生快的去夹的时候，那个女的一把把他打开说我付钱了，你不要吃。我想说很不错。天哪！我就想说天哪，大家一起吃饭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因为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好意思不让他吃。你会吗？我就反正不好意思。我会不好意思。对，你看我们女的就是太要脸了，我们就应该向那女的学习。但是我可能你可能也就不会坚持要点，对不对？对，我可能也就不会坚持要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男的很没劲，就是赶紧把饭吃掉，就是完了，我就是跟他一拍两散，我也不要，就是不想跟他再做过多的纠缠。可是我会觉得错过78块钱的一只龙虾，我会心里很痛，因为我就会觉得很划算，我也很想吃。可能因为我不喜欢吃龙虾吧。OK， 我就是那种会坚持要点的那种女的，但是我可能就是没有勇气说你不准吃，这是我付钱的。但我觉得非常不错。在那个饭桌上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例子真的很多诶。因为你知道我们约会啊，除了吃饭啊唱歌呀，就没什么别的事啊。我跟你讲，这个评论才好笑嘞。这个男的真的是前任喊我出去跟他朋友一起吃饭唱歌，到了发现都是他的男性朋友，我不喜欢那些氛围，也不喜欢认识这些朋友。当时就是被 PUA 了，觉得他要把我带进他的生活了。然后结果买单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就是说就让他去买单，就是你结下账我都会把钱转给你的，但是别人要看到我女朋友买单就会我特别有面子。然后他就说这样也合理，然后呢他就唱歌也付钱，吃饭也付钱，结果到后面那个男的根本没有转他钱，这不就是诈骗吗？这是不是诈骗啊？天哪，这不就是把女生当冤大头啊？对啊，怎么会有这种男的啊？这个朋友的例子我觉得也蛮鸡贼的。他说今年520前2天我这里突发疫情不能收外卖，怕异地的男友买礼物我收不到，我就告诉了他，他说已经买了，在路上。我以为是快递，结果520给我发来玫瑰花外卖的截图，让我拿不到的话自己跟外卖员说退掉。我说不用了，他直接退掉就好，我肯定不能拿。他说感受到他的心意就好，好像他故意这样，既让我感动，自己又不花钱，以分手。我觉得这就是故意啊。故意的。我要讲这个人可能也有播客哦，就是他吐槽的对象也有播客，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好好说的就是你。对，而且你就因为他说那个男的在播客上造他的谣，他说有个电影从业者的男的，还是我们同行，约我去他家，那会儿就是看那会儿还没上映的兰心大剧院，我在路上说工作忙没吃饭，想点个披萨的外卖去他家，问他想吃什么，然后那个男的就说我吃过了，但最后呢客气半天，男的给他点了一个披萨（括弧总价100不到）。由于实在太饿，加上他吃过了，他就吃了大部分，就留下了大概1片2片吧。他说反正最后面他们俩也没谈恋爱。1年后我发现他至今还在他的破播客上反复讲，说我啥也没给他剩。这个男的也太那个了吧，就算没有给你剩又怎么样呢？不要找我们搞电影的男的真的不值得，文艺男都不行。
这个朋友他说，不是对象行不行啊？是一个前同事，有一阵子经常出去玩，每次都是我付大头的钱，他就偶尔付个买水钱。一开始没有很放在心上，后来发现一到付钱的时候，他就借机上厕所。我有点无语，主动提了一下 A 一下那段时间花的钱。更可笑的是，他报了一个假数字给我，我都不用仔细想都知道这个数字是他编出来的程度。而且算钱之前他说，停车费油费我就不算了，反正我也记不清了。后来他报了假数目被我质疑以后，把油费停车费全算我头上了，依然离他第一次报的假数字有一段距离，只好说自己第一次算错了。没见过这么无语的男的。哦，好脏，好肮脏哦！我觉得就已经不是抠门了，是这个人人品很差。你就是想 A 别人钱呢？对啊，我跟你讲，有一个男的跟他差不多，就是评论里面讲的，他说那个男的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俩一起吃饭，假设我们吃200块钱哈，然后结果那个男的有一张券，然后有一张券，那我们正常情况是不是？比方说那个券有100块钱，我们是不是 A 剩下来的100？没有，那个男的说这100是我的，我付了100，就是这个钱你付另外100。我想说，那你不就是来诈骗的吗？你自己想吃东西又不想付钱，你他妈拿张券来骗一个女的给你付钱，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自己一张券，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吃饭啊，饭店要求你进去免费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满多少才能用一张券，对不对？你不就是骗一个人来帮你付钱吗？我觉得真的好恶心哦，就是那种，我觉得 AA 没有问题，但是 A 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 A 法真的是很没品。还有一个就是也跟那个很像，就是跟他前面说的那个很像，也是评论里面的，他就讲说每次到就是付钱的时候啊，那个男的就会假装玩手机或者什么，就躲到后面去。他说我经常就是他说我就受不了这种尴尬，我就跟老板主动说那我来吧，然后那个老板就会对他微微一笑，意思就是美女你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说那个微笑之间只有我和老板懂。我觉得很美妙，蛮有意思的。对，很不错。你说到那个吃饭付钱，还有另外一种是有一个女生她说讲她跟她前男友还是怎么样吧，就是出去吃饭，那顿饭钱是她付的，她付了1200，然后你看这顿饭也不便宜吧，然后呢这个男朋友就直接去开了一张他单位抬头的发票，说要拿回去报销。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了。我觉得就是你要拿去开发票，你最好先征求一下付钱人的同意。哦，那肯定啊，那我对啊，对对对，那个是了。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这个发票是报不了，但是是要抵账的。对，我知道这种情况。我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拿张发票还可以，但是我看那个女生讲的那种，就是她是比较生气的，我就感觉那这个男的肯定没有问过她这种事情。我想说，这也如果能算扣的话，那我就应该遇到过无数次。因为一般就是发票的那种，就是我本人哈，我只会给我自己开票，以及我付完账，我会主动问别人，就是说你有没有需要开发票的什么什么的，我们顺便就开一下。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别人不请自来，我要把你付的账给我发票开掉。我经常遇见，我没有碰到过。我经常遇见，真的，因为他也是那种，那我们不开，你留的也没有用啊。哎，好吧，我也有很多，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是原来也算扣，因为我已经遇到太多次了。就是比方说我买的，而且就有时候那种唱 K 不是很贵嘛，然后就是别人就开发票开走了，我都有时候都不知道是谁开的，反正就是他们自己会跟服务员去讲那个了。就这个事我已经遇到过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是不太好，就是要起码要打个招呼的，你不能自己去干这个事情。对，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我真的已经遇到太多次，我已经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在抠门的程度里，它已经不算很严重了。这倒是，但我还是为你感到哀伤。我觉得这个妹妹可能有点误会。她说在一起的第1年，就是她男朋友的生日，她送了一个2000的钢笔，哇，可能是万宝龙的。然后等到我生日的时候呢，她送了我一个看起来不到200块钱的高中女生都不想要的樱桃小丸子的家。我要跟你讲，樱桃小丸子的家很贵。因为他说的这个他看起来不想要的可能是泡泡玛特那个盲盒里面的，但是你不知道那个盲盒买起来真的很贵，就是你以为它是不到200块钱的便宜货，但是它很可能很贵，要1000来块钱，非常有这个可能。因为如果你不玩盲盒或者是不玩那种东西的，你会觉得，因为我看我妹玩那个，不是我妹，就我外甥女玩那个泡泡玛特的那个盲盒啊，我会想说这什么鬼东西啊，为什么要花什么几百块钱或者是99块钱去抽那个，因为它让我看来就是个劣质的玩具，而且那个塑料也很劣质，我是这么感觉的哈。然后他就说
小姨你懂什么？我们每个人，而且他说这个很贵，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泡泡玛特的那个也不一定是泡泡玛特，就是盲盒。对，就是你要凑齐，对，你要集，就是是很贵的，对不对？对，而且你想樱桃小丸子的家，你一听就是一套装组合，所以它很可能很贵，只不过你不知道它是个贵的东西，以及你不喜欢，但是你真的误会它了，它真的很可能是很贵。因为我原来看到泡泡玛特就有那个樱桃小丸子家一整套组合，大概要1万多嘞啊，这么贵啊！就是它全部，它还有那个房子，还有那个灯什么什么，你把那些东西全部组合起来，就是好像就很贵。天哪，没有想到吧？你可能误会它了。我就觉得天哪，如果你真的要送这么贵的礼物，你还是投其所好吧，对，不然就会搞出这样的效果啊。因为他可能就会以为哪有女孩不喜欢樱桃小丸子的啊我就开始翻白眼，对吧？因为很多男的就是会送你一种认为女的肯定都喜欢的，可是我们就不是女的。Hello Kitty 啊，对什么的，本人最讨厌 Hello Kitty， 对，他都没有嘴巴。我就觉得你千万不要送这种就是你自以为女生一定会喜欢的东西，还有那种大的抱抱熊，我真的很讨厌收到那种东西。你知道我还收到过一个龙猫的那个床吗？龙猫的那个床大到当时因为它那个是充气的，你知道吗？我根本不知道，我打开了以后它就胀到整个房间都是，我脚都迈不进去。后来我还花了好多钱叫别人拖走，你知道吗？天哪！我就说不要送别人那个很可能会带来麻烦的东西。对，哎呀，头好痛，难的。哎，这个朋友说请我吃海底捞，非得吃非用餐时间的大学生优惠（括号因为可以打69折），吃完了又跟我说没钱，最后我付的钱。好讨厌哦，这不就是骗吃骗喝啊？对啊，这个妹妹太好笑了，她说我生日是12月，生日没有送我礼物，我想着可能圣诞节送吧，结果也没送。她说行，她说那情人节总该表示了吧？你知道她一直从12月拖到了2月。她说结果她真的都不送，然后情人节前夜在 QQ 上卡0点给我发了一句祝福，说等你醒来看到这么多情话一定很开心吧。她说殊不知我在这边窥屏早就看到了，我默默的就是把那个对话框关掉，还没有等寒假结束我就分手了。哎，这些男的真的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送一些那个就是不值钱，情意重。对，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最近还也是接到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她就跟她男朋友说，你也不要买太贵重的东西，就送我花就好了。因为你看是不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结果那男的就在手机微信表情包发2朵玫瑰花。我的天哪，这想方设法钻空子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女孩主动说你送我一束花就好，已经是很便宜的东西了吧？我觉得一束花的要求真的不高。对啊，你就算真的想省钱好了，我告诉广大的就是可能要送花的朋友们，你可以提早订一点鲜花，然后现在拼多多上还有就是各种网购的软件上，还有包括微商买鲜花真的已经很便宜了啦。对啊，你还要在微信表情包发2朵玫瑰的表情，我觉得你就是在气人了，你知道吗？真的，我当时我朋友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听了我就是你知道头那个太阳穴一跳跳的痛，你知道真的我头好痛。这朋友他说有一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是自己买耳机的赠品，还有一年是自己照片打出来背面写了他忌口的清单让我记住（括号是的，这么离谱的对象还谈了好几年，我有罪）然后就有人回复他说姐妹苦行僧都没你能吃苦。这个朋友他应该是跟你就是直播连线的时候他讲过，他说我的事情感觉真的无人能超越，相亲对象情人节给我蚂蚁森林浇水就算表示了，还有过年的时候给我发了张他家的寒酸午夜饭，就是新年祝福了。关键是那个时候我妈给了3万压岁钱，我拍照发了朋友圈，他表示我也想要压岁钱，然后还发了那个就是你知道吗，装可爱的表情，就是可爱的黄豆人表情。然后就有人跟他 battle 起来，他说不，没有我的强。说我前男友开保时捷舍不得开空调，大热天在高速上开一段路就轻轻放下几秒钟车窗透气，我闷得昏昏欲睡。在我半梦半醒间，我看到他偷偷开了他主驾驶那边的空调，而没有开副驾驶这边。等到达目的地，我去上厕所，发现我的内裤早已热得被汗浸湿透了。我们女的好可怜啊，好不容易坐回保时捷，连他妈空调都不给我吹。天
哪，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两个故事听完，我认为是保时捷赢了。保时捷赢了，但是也太惨了吧！以前有个男的追我，接我去吃饭，为了省停车费，大冬天把车停巨远，让我和他走路去吃饭，然后还不让我夹菜，说你吃完了再点。我觉得我们上个礼拜直播有个妹妹讲的那个故事真的很好笑。她就说她刚认识那个男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个男的很不错，因为那个男的出手非常大方，送了她一个4000块，价格4000块钱左右的那个 LV 的包包。她说她从来没有用过 LV 的包包，也没有买过名牌货，那个男的一出手就是4000块，然后她觉得天到这个男的好好哦，然后就是非常高兴的跟这个男的交往。她说结果在接下来交往的过程中，大概半年吧，她说她就再也没有付过钱了。她到什么的就是付钱的时候都有一种，你看我都送过你 LV 包包了。她说我就感觉我这半年都在为这个包打工。这句话好好笑。然后我们直播的时候都笑死，我们说好像你确实是在为这个包打工，打了半年的工，终于把这个包赚回家了。我们女的是不是太惨了？你看一个保时捷一个 LV 都把我们害得累。这个朋友他说打电话吧，他给我打电话，我必须挂断回拨，因为他的电话套餐打1分钟1毛钱，还因为我误点了接听键骂过我。我的天哪！她这个故事我闺蜜也经历过，当然那时候就是我们还是学生，大概还是在00几年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穷穷的，然后也是靠爸妈，就是抠一点就抠一点吧。但是点了接听键又怎么样，也不能骂人吧？对啊。然后我闺蜜说他们那时候偷偷谈恋爱，然后暑假2个人打电话就是打出了1000块钱的话费，然后被爸妈就是狂骂。对，然后我闺蜜就是，但是他们家就是并不缺钱，但是就是被发现了早恋这件事情，然后，但她男朋友还可以，她男朋友就说那500块钱我出吧，就是也叫可以啊，应该就是我来出的1000块，然后你闺蜜说不要，大家一平分吧，这才合理吧？那我主要是还是跟这位就是要挂断还要骂人的比较了。哎呦，大家日子怎么都过这么惨呢？我们他妈到底过啥日子啊？哎，这个很好笑。她说我同事怀孕618囤了很多湿纸巾，准备以后给宝宝用。有一天她想拆了一包自己用，她老公连忙阻止说：“哎，你别用啊，这不是给宝宝用的吗？”我觉得好这么可怜啊！对啊，她可是孕妇哎。这朋友他说前段时间端午节，暧昧对象发来信息说要给我寄2箱零食（括号他们单位发的），我欣然答应，并说要给他也寄个礼物。过了一会儿，他发来消息，给你寄豆腐。谁懂啊？这不就是拉菲草的故事是不是？对，很像。这个朋友才好笑嘞。他说我男朋友和我借钱，时不时的还我一点，最后还剩100的时候，结果520那天给我发了99，我开心收下。过段时间他跟我说钱我已经还过了他说拿我的钱哄我开心，还他妈的少还了我1块钱。哎，我们日子真的好惨哦。哎，这个故事很像你就是围观到的，会不会是应该不是吧？他说点餐人家推双人套餐，我说好啊，他不肯，要单点。我单点问他这个要吗？那个要吗？他不要，于是我点一个自己吃。我记得有螃蟹，上菜他把我点的那个拿去吃，拿到螃蟹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点的，你不要的，你不要拿我的，要吃自己点。他不肯，我说我帮你喊服务员，喊来了，他说没事不点。饭后我说分手。天哪，这妹妹真不错，这很利索。但是这个男的真的恶心。这很好笑。他说情人节送了个几十块的傻瓜相机和自画相框。好笑的是他的回复，大家说你是我翻到的第一个没赔钱的你甚至已经算这个话题收的最贵的了好惨哦，怎么这么好笑。巨人说我和我老公吵架后，他拿着零食来求和，买的麦肯基，你知道就是那个假的肯德基。他说他家正对面就是真正的肯德基，麦肯基要骑车10几分钟去买，但是他舍不得买正宗的肯德基，你知道吗？宁愿骑了10分钟车买那个麦肯基。唉，我就真的，我每次我就看上我们女的到底过的什么日子啊！哎呦喂。他说我有一个相亲对象，在我下班后约在的游乐园，花了1人3元的门票费后进去，什么都不玩，也不买水，也不买吃的，走了2个多小时后出来，因为天已经黑了，就领我往黑灯瞎火的地方走。当时我想，如果他要抱我或者亲我，我一定要挥巴掌呼死他。他说走了2个多小时，我真的特别饿。回家后我妈还问我啥也没买啊，真是抠。就这样的男的，第2天还领别的姑娘去那个游乐场了，因为我第2天发现他朋友圈还有那个游乐场的视频。
这个朋友他说，之前的一个相亲对象七夕被他叫出来 date， 在一堆饭店的夹缝中选了6块钱的肠粉，从此他的代号叫肠粉。然后另一个人就回复他说，我闺蜜收到的七夕礼物是一双袜子，从此那个男的代号袜子哥，这个袜子哥还借他的钱，到现在也没有还回来。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也回复说，让我想起我大学时候的一个男朋友送我烤地瓜，我们寝室从此以后都叫他瓜哥。哎呦，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怎么讲，也不是说嫌贫爱富了，但是到了这种程度，我就觉得已经是很没有诚意。我觉得就是没有被尊重，就是你把我当什么？对，这是一个妹妹，我一定要讲。她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天天对我嘘寒问暖，让我去他家找他，然后我们点外卖吃，520也没有给我买花买礼物。我本来就对他没什么感觉了，结果他出了车祸，进了医院，非要让我闹着去看他。我去了以后，发现医院因为防疫根本就不让人进，我就非常生气，和他提分手。他说我对你这么好，你都不珍惜，你赔我1000块钱吧。然后结果，然后这个妹妹说，我说不给，然后你去报警吧。然后那个男的真的去报警了，然后底下有个妹妹非常说，能不能告诉我警察到底怎么说的？然后他回复说，警察根本不管。这男的真的很离谱哎，怎么这么荒谬啊？还想讹1000块钱，他很像那种黑色幽默电影，就是他已经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很像周星驰演的那种，对不对？就是那种要耍无赖啊，满地打滚的那种，很奇怪了。因为你已经不像一个真实事件发生的事情。这朋友他说也蛮好笑的，他说我妈的中年爱情。大热天去景区，热得要死，大叔觉得景区的凉皮太贵了，死活不吃，我妈只能买了水，结局毕业。你看，就是我们女的到了中年谈恋爱，也还是要面临这样的抠门男的问题。这个妹妹说，我相亲和相亲对象第一次见面，带我坐了2个小时的公交车去户部巷，户部巷应该是武汉，户部巷带我喝了一碗几块钱的冬瓜汤，喝完以后很自豪的说，如果我和他在一起，可以天天过这种好日子。问我是不是非常感动和开心，我本着礼貌点头说还行。回到家就听见他给我爸妈打电话说，希望明天去领证。唉，这朋友他说 AA 网易云会员。哎，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她男朋友的那个视频 VIP 不让他用。都是他妈的，真的没有必要吧？因为对你没有损失啊。就是多的是分手了之后还在用人家 family plan 的呀。对啊，就是还有网飞的，我们家的迅雷的下载的账号就是我对象的，然后经常就会莫名登出，因为就是大概所有的朋友都在用这个号。就我觉得就还蛮正常的吧。对，我买的会员我都是给大家，就是比方说谁要问我借我都借啊，因为会员又不会影响我用。对啊，而且我们那个视频网站的会员好像也不会登出，就是你登录了也可以那个。你还记得吗？那个什么演唱会我还白嫖你的那个。对呀，我就觉得还好吧，这有什么呢？我真的不懂。人在国外，其他原因要分手了。有一天前男友不舒服，我跑去他家开他的车，从他家出发送他去医院看病。结果我不知道医院的停车场要收费，没交钱就被拍照了。纸质的罚单寄到他家，他既然回信给人家说是我女朋友开的车，请你把罚单寄给他让他付。我觉得真的好夸张，是送你去医院呢。人在国外是他的那个 IP 是英国，可能英国男也是这样的吗？我的妈呀！我觉得就是虽然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那种一板一眼的性格，就是不是我开的就不是我开的，但是你这样也有点，人家送你去医院你付钱了吗？我就觉得你这样也有点，我觉得不太讲，就是不太讲人情的那种。不，如果你前女友送你去医院，你有付给她照看费，对，那么这个你让她付罚单，我觉得是合理的。这样我就相信你是一板一眼，而不是占人家便宜。对，对不对？有道理。一个妹妹说：“都别闹，这题我赢了。我曾经和一个前任在正式确认关系以后了，去超市，然后出来那个买单的时候各付各的钱，重点是我们俩还在同居呢。我想说也太惨了吧！同居因为很多生活用品是2个人一起用的，那你要怎么划分这个钱呢？我认为就是有一些家庭的共用账户的那个共用基金，因为你们俩生活在一起，比方说你买1斤车厘子，我请问你怎么 AA 啊？你们每个人吃几个这样付钱吗？不可能吧？这种东西有怎么好 A 啊？这个朋友他说直接小气也还好吧，这样我直接就可以 pass， 很怕那种变着法儿想证明自己不抠的男人。但是又忍不住想管你要钱，见个面提了几次花了多少，我提我出给他飞回去的机票，但是2天没给他转账就直接问我要钱。
你还记得前几天吧？是前几天，上个礼拜有一个新闻嘛，有一个男的给那个女的分手列了清单，然后密密麻麻的，甚至是说，因为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他去参加了女方爸爸的追悼会还是什么吧，认为很晦气，要求给1万块钱的补偿，精神补偿费。我对那帖子有印象，但是我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过分的条款。对，我简直就是疯了，我想说你去报警吧。我只想说要不报警吧。这个朋友他说，曾经有个前任，我们一起去泰国玩，当时已经在2家人谈婚论嫁的阶段，是去泰国拍婚纱照的。回来的时候，我给老家的朋友带了礼物，因为那个 X 公司是做电商的，寄快递很便宜，于是我让他帮我寄快递，他给我好朋友发了顺丰到付，回来跟我说这个更快，我当场爆炸，没多久就分手了。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太不错。哇，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就是不是自己的钱，就是来瞎花的那种。因为那个电商的，因为你到付肯定比电商的那个就是你自己付的贵很多嘛。就是你到付，比方说一个件要20块，你正常的寄运可能只要10块，他根本不会考虑说我怎么样让这件事情，你哪怕说我先帮你垫付10块钱，你还给我，都比你说我不愿意付的10块钱，我还是让他到付花18块，我都觉得你都没有为了帮别人着想，帮别人省钱，这个就是这个思维过程是没有的。你只是想着我可不能占便宜，我可不能让他占到便宜，或者是说我可不能帮他付这个钱，就这点是让我非常生气的。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都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就是对对方的朋友表示点友好是很难吗？就是你都已经要送人家礼物了，送礼物就是我觉得就是送佛送到西啊，你不要让人家就是又收个礼物又要出个邮费，这样不是很不痛快吗？反正我就觉得送人家东西不应该这样子，就给人感觉很差。而且我觉得你都没有跟你女朋友讲，也很讨厌。之前认识一个男的，没有见过面，只聊过天，他晚上跟我一起去蹦迪，回家给我发消息，让我把他打车回去的钱给付了。这个朋友他说，我是女生，我的前女友同居的时候，他让我小便完不要把冲水按钮全部摁下去，按一半就好了，这样省水。洗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洗过热水澡，加热器永远只在节能，他说这样省电。而他总给我说他多爱喝巴黎水，他生活质量多高，见识多广，亲戚家多有钱。我觉得你自己想省就省吧，不要克扣到人家头上了。省水我还略能理解一点点，如果还能冲干净的话其实也还好，但是你让人家就是一直都洗不到热水澡，我就会生气，又会生病哎。对啊，这真的很残酷哎。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男的女的哈，他的那个微博上的性别写的是女。他说我前女友，因为他有可能是个女同性恋，他说我情人节我前女友说给我一个惊喜，我一定会喜欢，结果送了我一张他的1寸照片，让我放在钱包里，想他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好，不错，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抠门的女的了。我们已经念了这么多了，总算有个女的。我刚刚那个也是一个抠门的女的，也是一个就是女同性恋的。OK， 我们现在好像开启了女同性恋系列。这个朋友他说，和现男友之间从不互送礼物，可能在多数人眼里这也是抠吧。他过生日，我只打印了一个他出生当天的月亮照片，套在几块钱的宜家相册里。对于我来说真的很轻松快乐，自己想要什么就自己买，不必再费尽心思到处打听他可能会喜欢的东西，自己给自己买的东西才是最合心意的。那我觉得其实这种也有，就是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是接受的，其实就 OK 了。对，像这种我们其他的例子里面都是对方就是明显已经不快，以及感觉到不受尊重了，两个人观念很明显不合的情况，那我觉得就不好。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占人家便宜。对，有一个说之前遇到一个男的，约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结账，服务员报了多少钱，大概就是100左右吧。他看了我一眼说没多少钱，那你就付了吧。你至少也要说一句 AA 吧。你也太会安排了吧。就是也太自说自话了吧。而且我就觉得挺爹的，就是你是领导吗还是怎么的，怎么你这事儿你就能做主了？也太好笑了。你说我付了吧，你做自己的主还行， 对不对？你怎么就随便就做别人的主了？太好笑了，这个真的很奇葩哎。他说约了我，还另外带了个女孩子帮他付钱。我就想天哪，这是个大帅哥哦。你怎么马上就哦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大帅哥这样子，他有一次说请我吃饭，然后呢，但他就是那种，我觉得他除了是个大帅哥以外，他还是一个那种非常迷迷糊糊的那种文艺男，你知道吗？他是搞音乐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聊得非常的快乐，聊了4个小时以后，然后他就说我们走吧，我们就是找个咖啡厅再去那个
换个地方再聊，因为在火锅店已经就是待太久了。然后结果一摸身上他没有带钱，然后我也没有带钱，因为他说他请我吃饭，我就真的没有带钱，因为我们是从办公室一起就是开会的地方一起出来的，所以我就没有带包，然后我就没有带钱。他说走我请你吃饭，所以我以为他带，结果他也没有带钱。他说那你等一下，打了个电话叫了一个女的来付钱。我就觉得好吧好吧。这个朋友他说送我回家让我出过路费，说是因为来接我的让我给加油费。吃完饭我们在商场散步，拉着我去喝奶茶，我说很饱喝不下，他非要去，结果结账的时候说你来给钱，这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的事。后来我提了分手，他说不是故意的，是当时没工程做，手头紧张，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这种抠搜行为呢，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膈应。我觉得你没有钱你就直说。对啊，而且我觉得奶茶是非喝不可嘛，是那个男生他要喝奶茶，女生根本就不想喝，然后拉过去非要喝，结果结账的时候让女生付钱。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你就直说，你说哎我好想喝奶茶，你能不能请我喝杯奶茶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就是人真的有很想喝奶茶的时候，想想你对象。好吧，因为我接受了，因为我就是我没有太爱喝奶茶，就是我可能是没有太想想你对象，想想也对，我可能就是陷入了那种奶茶不喝也无所谓，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子？对啊，就是有的时候奶茶就是真的非常需要它，也有道理。这个朋友才好笑呢，他说我有一次请一个男性朋友吃饭，结果遇见了一桌他的同事在隔壁包间聚餐，结账的时候他说那你把隔壁那一桌也一起结了吧，走的时候跟那桌人打招呼说你们慢吃哈，单我已经买了。怎么拿别人的钱就是摆脸啊，怎么会有这种男的这朋友他说有个朋友的男朋友在字节工作，6·1说送他个礼物，最后收到是字节的马克杯，救大命了，单位知不知道发的杯子被你当礼物送女友啊，抠出新高度。然后就有人回复他说救命，哪一年的6·1啊，我们公司的马克杯好像都是前年中秋发的月饼礼盒里面配套的了。居然对上了。我笑死了。我也收到过这种东西就是那种马克杯上印了一个那个，而且一看就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唱 KTV 哈，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那种大型的 KTV 啊，你进去了以后你消费你就可以抽奖，你知道吗？你抽到就是末等奖或者是倒数第2等奖，就有一个印着他们那个 KTV logo 的那个马克杯，我就搜到过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不要钱的，因为只要比方说你今天来唱歌你就可以抽，你知道吗？不是送这种明显就能被看出来是赠品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还不如不送。不送他就会觉得不送你就有话讲了。不是你送这种东西就是还能落着好吗？他说那我就是我礼节我做到了。好吧。暧昧对象他开车给停车费的时候，他说你给吧，免得我100块钱那个剖开了花太快。还有去吃米线的时候，他去排队，过一会儿跟我说今天这店不能用手机，只能用现金。我给他的现金，买完以后他把剩下的钱全部装他自己口袋里。这朋友他说准备渡，结果戴上套之后他自己又软掉了，只能作罢。我怕伤他自尊心，还鼓励他说没关系的，结果他边摘套边抱怨白白浪费了一个套。我的天，他买的那个套连牌子我都没听说过，包装一看就特别廉价，我都没好意思戳穿。那你就不要跟他搞了吧。还要跟这种男的用套啊！我真的是，我前任在除夕夜给我发信息说要给我发大红包，感谢我来到他的生命中。然后微信红包我一点开是8块8毛8，后来我发了一个同样的金额还给他，他秒收，还说谢谢宝贝爱你。这可是里里外外来回去，虽然给 GDP 涨了，但是这男的可1分钱都没有亏啊！他是不是觉得就是发8块8毛8就是又甜蜜又幽默哎，不是，他会觉得你看8就是显得很多，你要把8放到后面，那个小数点放到后面好不好？对啊，或者就是他可能我不知道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讨个彩头呢？哎呀，但是我觉得这种讨彩头的事情就，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可以先发一个520或者是888，然后你再发8块8毛8是合理的。OK， 彩头它什么叫彩头？是个天头，
你没有正经的东西就不存在那个天头。好，这种朋友他说有一次什么节日送我的礼物是美图秀秀用照片拼成的爱心，不过我们确实消费观念不合，最后分手是我说想去野餐，去超市买一块野餐布吧，他说买那种透明的塑料布就可以，小吵了一架，后来分的。还可以，他没有叫你从家里带上床单，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因为我以为那个男的会说把你们家桌布带来就行了。我们全公司有一个奇葩抠门男同事，圣诞节公司组织交换礼物，他拿出来了一堆低端国货或者是国外开价的化妆品零七小样，划重点，大部分有拆开使用过的痕迹。我们都在说，如果领导抽到他的礼物，他要怎么收场？大家都很期盼这件事发生。这朋友他说，大学时我舅妈来学校看我，给我买了一些零食，里面有个糖是当时的男朋友很喜欢的，于是在食堂吃饭时拿给了他。他接过去摩挲着说，这个糖还挺贵的，我平时都舍不得买，然后很珍惜的放进了书包里。我和我朋友当时就坐在饭桌对面，朋友后来告诉我，他以为至少他会拆开分大家一人一粒吧，就觉得唉。然后就有人问是什么糖呢？我也很关心到底是什么糖，然后他就回答说是款水果味的夹心糖，具体什么牌子忘记了，应该就一支10几块钱的样子。那我觉得会不会是就是他家里真的很贫困？对，就是我听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感觉他真的贫困的故事，因为我感觉他真的就很想吃那个糖。就是有一种我真的我想吃到我都舍不得分给别人，就是我有这种感受，就是并没有觉得抠，只是觉得就是很心酸的故事。对，我就可能是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穷，可能我还有一点能接受。我完全可以。我前任吃晚饭选的地方找不到路边免费停车位，转了大几圈，又不愿意花钱停车库，最后没有吃晚饭直接回家了。那我会气死。我也会气死因为我今天就准备好出来吃饭呢，你他妈的就是要给我开回去了，我真的会气得发疯，我就会当场就说你停下，我自己去吃。对，我也是，我肯定会这样子。对啊，就最后说找不到停车位我就回去了吧，那我真的会气死。那你自己回去吧。对，我也是，我真的会气疯。这朋友他说不是对象，是当年的暧昧对象。第一次约会，他说晚上大雪回不去了，要在我所在的区住。订酒店的时候，因为我有会员，所以便宜15块钱，我就帮他订了。到酒店之后要付押金，我当时手机没电了，他就愣愣站那里等我交。拜托，是你住诶。回头他给我转账的时候多给了我5块钱。但是他全程丝毫没有考虑到那么晚11点多，我一个女孩子把他送去酒店，还要打车回家，多不安全。第二天还喊我出去玩，打妹。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不错。以前相亲过一个男的多抠门，去看电影都进了电影院了，他为了省下买饮料的钱，又跑去车里拿了2瓶后备箱的矿泉水，我一个人在电影院里尴尬的等了半天，我真的想直接走了。我觉得如果电影开始了，这样真的很讨厌。你看我就是属于那种最完美的离婚里面的那种，如果你让我戳了电影开头我就没法看了。真的啊？我不行，我一定要从头看起，我要从那个音乐响起那个看起。我们2个可以去演那个男女主角。我就是会迟到的耶，我就是会害你没有办法看到开头，然后你要是在那里等我，我还会偷偷看你说他在等我，我就是那个女的。我不会等，我会直接进去在里面等，因为我和我女朋友就发生过这种事，然后我就把她的票留在那个检票口那个地方，就是后面写了她的名字。对，我都是这么操作的，因为我一定要看开头，我受不了。我就是那个被留票的人。真的，我就是被人家留票。你看我们2个风格真的很明显。天哪，我就是不行，如果我不看到开头，就是这个电影我就没法看，我就会放弃看这一场，我就会看下一场。我就没有办法。天啊，没有想到我居然是光生。我一直以为我是懒散的那一个。真的耶。这朋友他说交往3年没有送过我生日礼物。送过一次，是用木头枝刻的印章，刻的还是他的名字（括号是他不知哪年去哪玩时买的纪念品）。这朋友他说我真是这个话题的大反例，我跟男朋友每次见面都要送他一个小玩意儿做礼物，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我们的见面更有期待性。我随手挑的小玩意儿好像都快比评论区有些姐妹们收的赠品们贵了。笑死我。我前任把一部2手手机给我，要收我1800，说我本来可以2000块钱卖出去的，1800给你给亏了。哎呀，我真的服了。这朋友他说我之前遇到一个人追我，送我一个小摆件，我拿过来发现上面有个贴，写着一对夫妻的名字和日期。这个是2年前人家结婚的伴手礼，如果他大方承认也就算了，我当场问他，他慌乱的把那个贴撕掉还不承认。我的天哪，
都被抓现行了，就不要这样了吧，真的很难看呢。大学时谈的一个男友，唯一的约会活动就是遛弯儿，还在暧昧期的时候带我去散步，纯散。快到了宿舍说请喝奶茶，然后也没问我喝什么，到店里直接拿出大众点评秒杀体验券，因为秒杀到了汉堡王1元券，大冬天的天天带我去吃冰淇淋。10到100块的一切活动都是 AA，100以上的嘛，不好意思，没有这么高的消费。天哪，什么日子？大家真的过得这也好太哀伤了吧！大冬天为了一个1块钱的券，然后去吃冰淇淋哦。对，而且还说走了1万步，就是那个微信上面，真的会崩溃。换了我真的会发火的。这朋友他说2个人都不想做饭，打算点外卖。他一看结算要40块，说好贵，不点了。结果有天看到他一个人在家吃麦当劳，我翻了下订单，40几块钱。OK，2个人40块外卖很贵，一个人40块他就舍得。我觉得这就是抠的核心。就是他是苛待你，但是对他自己还不错，就是惹人厌的抠，就是这种性质的。这朋友他说送了我一只爱丽小屋，和我说这是雅诗兰黛。我觉得他有可能真的不认识，因为他们2个的那个英文的那个是有点像的。对，他真的是不认识。好好学英文吧，朋友。跟前任准备出门玩的时候，他要我叫个车，说他手机摔坏了。我心想说地上是地毯也很难摔坏吧，我很狐疑，但也没说啥。到了商场以后再买奶茶了，一直到我付完钱，一直在鼓捣手机，说哎呀摔坏了，手机黑屏了。我说我来看看，然后我就给他摁了一下开机，结果就开了。真的是绝了。这个朋友他说 X 28岁，工作2年了，去公园买自己的门票，掏出来学生证假证，为了把2块的门票省成1块，还就是来炫耀说假证真省钱啊！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吧。我一个前任，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感觉他特别像外国人做出的选择。他说我一个前任因为高铁比火车贵2倍，但是行驶的时间不是缩短一半，所以他选择火车。很不错，就感觉很像 Shelton， 有没有？天哪，这个性价比算的我就哈哈大笑。但是这种算法就是让我想起了就是我的大学同学，明明她就是一个普通就是 M 号女生的身材，她买衣服一定要买 L 号，因为 XL， 因为布料多，就是为了性价比已经发疯了，是不是？这朋友他说他买了房子，每个月要还贷，让我帮忙一起还，说是做我们的婚房。哎呦，这朋友他说见过一个相亲对象，选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西餐厅，坐下来就开始询问手机上看好的特价套餐各项菜品是否可以替换，可能怕自己吃不饱，上菜以后都摆在自己手边，让人夹都夹不到。最后还打包了一整份没动过的意大利面，说带回晚上加班当晚餐，而我只吃了面前能夹到的蔬菜沙拉和餐前酒。天哪，这也太可怜了吧！要我一定会自己夹菜的，我才管你那么多，老娘可是要吃好的。我可不会管你那么多，我自己付钱自己付钱，我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不能让我自己这么委屈的过着。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2个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会变得就是豪气冲天，就是攻击性很强。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刚刚就讲了，就是很多其实现在的约会其实就是吃饭，你没有什么别的很多那个了，所以吃饭在我们的约会和谈恋爱中它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你基本上每次约会可能都会碰到这件事，所以你在吃上还要受这样的委屈，那我觉得真的忍不了。因为我就说了，吃是一件你太容易满足的事情了，它不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我没有叫你给我买栋房吧。我遇到一个男的跟我谈恋爱，520说要发红包给我，我说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吧，不好意思哦。他坚持，我很开心，几秒钟过来转账0.13和0.14，1毛3和1毛4。我回他问号，他说这就是一生一世哦。哎呦，我觉得1块3和1块4，因为一般都是转13块1毛4嘛，对吧？就是正常的抠门男的那个套路是13.14。对，我第一次看到0.14，他怎么想出来的？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很幽默啊？这朋友他说上高中一个男的追闺蜜送了个东西给他，然后后面来追我又把那个东西送给我，这不就是我的围巾的故事吗？确实。这朋友他说2个人一起在蚂蚁森林合种树，我前任连能量都舍不得多交一颗。哎呦我的妈呀，那都不要钱的东西，那你还能指望他干啥？我就说这种男的就算了吧，大家就算了吧。对，这朋友也很好笑，
他说情人节送了我30块钱6盒的巧克力，但是并没有送我6盒，只送了我2盒。搞不好他有3个女朋友。对，我刚刚也立刻做了一下这个数学题。这朋友他说他生日我送了他一个2800多的游戏机，我生日想要一个1500的美容仪。他说你当我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有一个微单想要升级，他刚好也想要一台相机。我说那我1500转给你吧，他选择再买一台新的，然后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想把自己买的微单原价转让给我。男人占便宜真是没够。这朋友他说昨天逃万达停车场的票，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这能逃掉？我发现有的就是听上去很多男的就是又抠门又愚蠢，怎么回事啊？就是有一种我就充满了黑人问号，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抠到了，他不在乎这件事情有没有，只要有一丝可能能成功，他都会去做，就管他那么多，先做了再说。对，然后大不了被抓，对，被抓了再补。对。这朋友他说20年初我买手机，他说他买单，买完单当天看他不爽，就支付宝把钱转给他。过了会儿他转回来了，我又转回去，转了4-5趟，他都转回来了。20年9月分手了，22年1月来叫我把买手机的钱还给他。天哪，就是时隔快2年，你来搞这种事情干什么？挺好的，他还没有问你收利息的，他还没跟你说我这个钱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的利息，已经可以了。唉，这朋友他说唯一请我吃过的是一起逛超市时买的一包薯片，重点是超市食品费是他公司出差可以报销的。这朋友说经常拿我手机给他家里打电话（括号是省外），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现在终于知道原来是省话费。怎么讲呢？因为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还是东亚男人或者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呢？我也不知道，应该不是。省话费的故事就是我也听过，我闺蜜讲过，她有个前男友非常的抠门，到了快要月中就是中下旬的时候就再也不跟他打电话了。对，然后短信也不发了，因为套餐里面没有了。对，没有钱。就原来你知道我们那种套餐就是短信比方说50条啊什么的，就发到就是月中就突然人就失联了。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故事，这么好笑。然后他说这个男的就平时也非常的抠，而且我朋友因为他生日是在那个农历差不多是过年的那时候，所以大家都是在家里放寒假嘛。然后她男朋友就是他们在一起应该2-3年吧，每一年都要用这个借口逃掉，因为大家就是不在学校里面，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不在学校里面，不在身边，所以无所谓了。然后呢，第3年我朋友终于忍不了了，就说我生日你为什么从来都不想说给我送一点什么礼物？然后他说生日礼物那我当然是当天买的，你再等等，就是过几天他就到了。真的很会强词夺理，他明显就是因为你去讲他了，然后他就是临时要那个，然后他要找一个借口。然后平时呢也是就是很不愿意，就是请吃饭啊或者怎么样都不太肯。然后终于有一天他是赚了一点什么小钱还是怎么样的我忘了，然后他说就是今天我请你吃个面包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就兴致勃勃在那里挑，然后他就要那个男的就要站旁边说哎呀你是想趁机猛敲我一笔竹杠呀，面包店能敲对，我就想说大家那时候才是大学生，而且就是大学城的那种面包店，你就是各种样来一个也能有多少钱呢？对啊，是能把你就是一口气吃穷还是怎么样？哎呦头好痛，我最怕听到人家说这种话了，我就会觉得，而且我就觉得你平时也为了一个面包我要背上一个敲诈人家的那个我至于吗我？这个朋友他说去食堂吃饭，他装自己没带饭卡，10块钱的盒饭钱也要蹭，最后我从他兜里把卡摸出来了，食堂阿姨在旁边都惊呆了。这个朋友他说大厂程序员送我30块钱的辣条，30多块钱的蛋糕。如果30块钱的蛋糕就这么大我可以理解，那可以那不是很差的。就30块钱，就是因为我最近常吃那个斯特堡的嘛，它的那个豆乳和它都这么大，28还蛮好吃的。我跟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女的，她现在比划出来的那个蛋糕大小就是大概直径也就4公分吧，3-4公分这样子，就是李子这么大一个吧。对，小李子。就是这种蛋糕我30块钱我觉得是好吃的，是合理范围内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那种生日蛋糕哈，30块钱那就不合理，那就是连一 slice 连那个一片我觉得都不行。这朋友他说大学某前任室友送女朋友的是一个宿舍衣橱顶上
不知道谁放了多久的沾满灰尘的玩偶。我听到玩偶我已经生气了，还是沾满灰尘。你知道玩偶本来就很难，就没有地方放啊。对呀，然后沾满灰尘，你知道洗有多麻烦吗？这朋友他说出去开房，说好的他付钱，结果需要交押金，问我有没有200现金，后来退完房没有把押金给我。我跟你讲，手机支付了以后就很少再会发生这种事就逃不掉了。确实，但是男的就会有新招数啊，手机算坏了。这朋友他说刚确定关系，我生日到了，他说拿不准我喜好，所以啥也没送。我觉得你不送就不送吧，你不要就是还来卖这个乖，就是来表示我不是想不到哦，我只是觉得或者我可不是不想送哦。对，就是来说明我这个人并不是没有情趣，并不是不识趣，但你讲这种话你就是很不识趣啊，你就是抠，对啊，没有别的。我之前就是有碰到过当然不是抠门男哈，就是我是想说正常的，大家开始交往了之后，你知道对方的生日，我当时就有一个男朋友是刚好交往了大概3天之后就是我的生日，然后他猛然发现这个女的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就是立刻就已经撞到生日的枪口上来，然后他就是10万火急，就是买了一个礼物给我，然后而且还是投我所好，就是买到是对的。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很不错，人家有在用心啊。对，就很。我觉得最差就比方说你实在来不及了，或者是你不想投入太多钱，我也可以理解，你请我吃个饭吧，或者你送一束花吧。对，就是你起码你不要明明很鸡贼，你又要装作是是我没有想好，是我怕不喜欢，是我怕不合适，你不要讲这种话，大家讲这种话一点，我们一律归为就是抠。对，这个也是讲生日礼物的。他说我对象在吃的方面并没有抠门，就是面对任何节日都不想有表示，说没有送我礼物吧，也送了一些，但就是让人心里不舒服。刚处没多久，我过生日，送了我一块会在晚上略略发光的石头。是李晨吗？对，我看了我就很想问，怎么这么好笑？哎呀，我总算知道为什么淘宝上有设计那些很丑很土的礼物了，因为真的有人需要这些东西。他用那个很丑很土的礼物送给你以后，用那个丑和土遮盖了他的便宜。因为你的关注点都变成丑和土，对，你的那个关注点或者吐槽的点都是为什么送我这么土的东西，而忘了他们是图便宜。我终于想通了，大家多用识图软件吧，就是识别一下就明白了。这朋友他说大年初一给我发5块2的红包，然后当场就吵架分手了。在此之前送过我的礼物冒号一个几十块的轻松熊包，一瓶身体乳括号在一起之后第一次送我的礼物，直接问我想要什么，我随口就说了个身体乳，现在想想我也太善良了。然后就是还有一条海边的沙滩裙。最离谱的是他疯狂邀请过我去他家玩，然后他家人给我包了红包，好像是1000多。我本来准备把这个钱给他，或者是以后我们俩出去旅游的时候一起花。然后过几天我准备买双鞋问他意见，他阴阳怪气我，哟，有钱啦，要买鞋啦，气得我直接自己花掉。这朋友他说1周年纪念日前一天是他妈妈生日，周年那天什么都没说，他忘了，或者说是故意的装忘了。我提醒他是1周年，他恍然大悟，然后给我发了个25块的红包，还给我截图微信钱包说我是那个25.08给你25的男人。天哪，我看到这时候我就想，你要不干脆全给他吧，就差一个8分钱。你是为什么一定要把8分钱留在自己兜里啊？哎呦，头好痛。哎呦，这个也很绝。他说他假装自己要买房，在售楼中心登记号码，然后在售楼中心和装修公司各种薅礼物，拿回去贿赂老师给高分。天哪，我就想怎么这么诡计多端呢？这也想得出来啊，真不错耶。这也就是感觉在好莱坞就是那个Bad Blood 那个女的，空手套白狼。对啊，根本就是一个金融天才吧。这个事情很恶心，我觉得。他说请我吃饭，我把饭钱 AA 给他，然后他问我你干嘛，当天晚上就非常迫切的想表示想发生关系，并且强行搂抱。我拒绝他，回家了之后他问我那饭钱，我转账时候立马拉黑他了。天哪，我就觉得我终于有一种大家为什么要嫌贫爱富了，就是
因为他就讲到，就是说，我就想到前天我的女朋友，就是我女朋友是做豪华游的，而且是专门给富豪做制定，就是个人的那个豪华游的那种，她做那个服务的，你知道吗？然后她到北京来的时候，她有一个客户就请她吃饭，然后你知道，我们就秉承大学时那种友谊，就是谁有好饭，就是会把另外就是好朋友们带着，他就带我去吃那个很贵的那个饭，然后那个人就是自己在那个雍王府附近有一栋四合院的那个，就自己开了一个私人的小馆，就在那里就是请我们吃饭。然后他的那个厨师，然后他吃的什么都是，比方说这个是从哪里刚刚空运来的，都是吃这种东西。然后我也想说，人家走的时候还给我们大包小包送的礼物，因为我们吃的时候正好是快过中秋节，每个人送了2袋，就是他们那边厨师手工自己做的月饼，然后还送了一盒什么茶叶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吃完还给你带了一堆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做有钱人真幸福。而且他还带我们去参观，就是他那种私房的馆子的2楼，他带我们上去参观，上面是一个他自己的收藏，全都是从各地淘来的那种佛像，一看就是巨贵的那种，就是参加拍卖会的那个。我觉得就是也不要求大家就是多么的奢侈，多么的大富大贵，但是真的起码不要做到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些例子那样子。这朋友他问我，你前男友给你送过最贵重的礼物是什么啊？以此为标准给我送礼。我就想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给我一种他好像在问你值多少钱的那种感觉，或者就是我不要，你知道，不要投标，不要报高价了，你知道吗？就是问一下对方你的标书的标底是多少？怎么这么好笑？就是你送个贵一点的东西，你说是一套房。这朋友他是私信跟我讲的，我觉得他讲的事情非常好笑。他吐槽她老公的，他说为了让故事更完整一点，我介绍一下我俩的基本情况。我们06年交往的，交往9年，结婚7年，通过大学社团认识的，他是社员的发小。我们正式开始交往的时候，我211毕业，进4大工作1年了，买房买车。他高中毕业，没工作，没钱，花的都是过年长辈给的压岁钱。为了追我，现找了个工作。这么多年有太多事儿可吐，就先写几个简单的 case。如果你感兴趣，我甚至可以写本书。第一，他说掰人民记账起点5毛，比如今天跟某某某吃了多少钱的啥啥。最早是手记，后来有了手机 APP 会附截图，记账起点也有非常巨大的进度，上升到了1块50%的涨幅。怎么形容这种坚持不懈呢？就是如果将来我俩分家，他可以完整的列出从交往开始给我爸妈花的所有的钱的完整账单。我的天哪，他真的很适合去做审计工作。对，而且他就是留存这么多年。第二，他说社团朋友私信问我，他们那儿多了仅一张电影票，问我去不去。我考虑到自己出差很久没有陪过男友，就拒绝了，然后约了周末晚上跟他见面。结果他喜滋滋地说，你猜我上午干嘛去了？我说你不会是看电影去了吧？他说对了，我用了你不用的那张票跟他们看电影去了。这还挺可爱的，也没有耽误。怎么这么好笑？也没有耽误他们约会吧？没耽误是没耽误，但是我就觉得是有点哎。第三，手机、电脑、钱包都是我给他买的。出差来看我的酒店机票是我订的，但有一说一，吃饭1人1回，只不过我请他吃饭人均200，他请我人均20。第四，我给他吐槽姐妹相亲的一个男的，试图带我姐妹去10元馆宝店，他听完以后特别认真的说，我不会带你去的，但你能告诉我这个店在哪儿吗？这还蛮好笑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很节省诶。然后他说第五，我新房下来，但父母家离公司更近，我不太住，他找了个借口住进去不走。当时我们关系没有公开，导致我爸过去帮我看暖气上水，我得打电话通知他收拾东西躲出去。他哭着说东西太多了搬不走，要是我爸开柜子就露馅了。6，在我家新家阳台上攒矿泉水瓶子和纸箱子，美其名曰能卖钱，导致我阳台推不开，应该是那个阳台门就是推不开，被堵住了。第7，这个事情我觉得很经典，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说去日本玩的时候会挨个检查自动贩卖机和扭蛋机，找机器上遗留的被退回的钢镚儿，居然每次都有100块200块日元的收获。日本人真的不行啊，日本人还是不够精细。笑死我了，这都能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有遇到过一个朋友，就是每次
原来那个时候的那个卖地铁票不都是自动投币吗？他每次都会到那里面去捞一把。然后他说还有就是案例8，存钱是5000块一笔的定期。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他痛下决心出大血，然后早上先带我去银行解了一笔5000块钱的定期。那一刻我觉得他也太不把我当外人了。另一年生日他跟我吐槽他穷，我说那算了，不用送我礼物了。结果就真的早上围了个被子把我送出门，然后睡了一天，晚上到家连个蛋糕都没有。毕竟是我自己开的口，我认了。最可气的是第二天他就开开心心的跟我说，哎呀，我刚看了一眼银行存款，我都存了3万多了，请问3万取出来沾盐水一张张打脸，能不能把他给打死？10，这个我也觉得很绝。他说他有一门绝学，数鸡蛋，冰箱里有几个鸡蛋记得一清二楚，我偶尔煮一个吃，他立刻就会发现，然后特别见招的问我，你是不是吃了我这一个鸡蛋？我当着我婆婆的面直接吐槽这个，我婆婆立刻撇清关系。我们家没有人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为啥是这样的。亲妈都崩溃了。11，装修的时候墙体和地板拆除费用，他非常的认真的问，如果自己拆这个费用能免吗？设计师一脸漠然，那要不您先拆一个试试？呵呵少年，抡大锤也要靠实力和体力上分的。12，当初坚决不同意单独买房，说我有房为什么要再买？我说可是如果跟你父母住一起，你就永远不会看见我只穿小裤衩满屋跑了。然后他立刻就想通了，呵呵，男人（括号当然我后来也没有只穿小裤衩满屋跑）。然后这时候大家听到这里，我就已经产生了跟大家所有人都会一样的产生的疑问，就是因为这朋友他就是已经猜到大家会想问什么。他说别问我当初为啥答应交往，还白养他这么多年，问就是脑子进了开水，眼睛糊了耗油，只看得到他的美貌。美貌值得了。然后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 OK， 美貌是这样，因为至少你看你跟他结婚了，他的美貌基因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赏心悦目，就当做是付观赏费吧。对，而且你就是当养了一个漂亮的小猫吧，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马上把它想到我养弟弟吧，就是那个叫漂亮猫猫。然后我想想，哎，如果是一个漂亮猫猫会去摸那个就是扭蛋机里面的零钱，然后就很可爱了。对，就还可以，就立刻就是有点像神奇动物在哪里了。哎，反正就是听了非常多大家精彩的故事，我就有一种就是实在不行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谈恋爱吧。真的我认为抠是男人最差的一个品质，就是没有男人身上没有，就是很少有缺点能比他还要糟糕了，就是最糟的几个品质之一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本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男人是个抠门的人这件事，就哪怕他有再多的优秀品质，就比方说英俊，那我就会说 OK， 那这件事情你不要抠了，就是让我来付吧，就是你不要展露在我面前展露你抠的那一面，就是你不要跟我展露计算啊算计啊，就是让我来 let me do it， 就是让我来付钱就好了，就是你保留好你的甜美可爱的形象就好了，你不要在我面前暴露出来，就比方说长得宋威龙的脸，但是就是吃饭要跟你 AA， 我就很痛苦，我就会想那我来付吧。所以我的总结就是说，遇到这种男的就是怎么讲呢，大家先不要收对方太贵重的礼物，因为我很怕就是将来你们分手纠缠不清，他会对你产生一些人生的伤害。因为你知道那种抠门男一旦就是他觉得这个成本投入沉没了，他一旦觉得他亏了，对，那对他来说那可能就是个巨大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些报复啊什么这种行为。就是如果男的分手要你什么礼物退回啊，或者要跟你拉清单，要你那个清算啊，我们就是这个事儿啊怎么讲呢，能过就过吧，就是不要因小失大，万一他真的就是对你造成一些人身伤害，那些后悔我就会觉得你会觉得那我就干脆把200块钱还给他吧。就不要让被他泼硫酸的什么的，我就觉得很不划算。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男人为了钱会做出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如果能够用钱打发的事情就没有，如果他没有太夸张，没有要讹诈你，没有要敲诈你，没有要到你想报警的程度，就是比方说多少钱怎么几百块钱就给他算了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破财消灾吧。就是这种，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虽然我们是在讲一个这么欢乐的话题，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就是那种很爱跟男的两清的女的，就是我跟人家一吵架我立刻就会好，我们到现在为止你可能就是因为我一般都是你一顿我一顿，或者基本保持一个总体的 AA，
然后可能对方比我稍微多付一点点，然后我就想我就会甩给他一笔，也没有太多的钱哈，但是我就说够了吧，分了吧。那如果他说不够，我觉得你要给我赔偿精神损失费呢。那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的，就是okay. 就是我会在这方面就是稍微辨别一下，是不是？我不会太跟就是很小气的男的来往。对对对，因为他的小气基本上不会只在钱这一方面，就是他其他部分会让我觉得他有点mean，或者有点 petty， 就是这个人有点不太舒展，就是有点猥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一定不是跟你交往了以后你才发现他抠，在交往第一天或第二天第三天你一定早就发现了。你之所以还想试试看或者是什么的话，你一定就是觉得我要忍一忍啊，或者是说哎呀也许我们熟一点就好了，或者是说他可能还有别的优点啊。我觉得就是我自我的感觉哈，就是抠门这件事情在相处过程中几乎很难克服，因为它时时刻刻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就是为了一些你看不到的优点来容忍这个东西了。反正抠门男就是不要交往，真的，我没有什么建议，我建议就是远离抠门男，非常可怕，就是本人的小小建议。那建议大家做抠门女吗？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就如果你比方说你是个节俭女，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抠门和节俭有什么定义吗？就是你不要抠到别人身上，不要去占别人便宜。我觉得就比方说你不要占你好朋友的便宜啊，你不要占你同学的便宜啊，我觉得那就无所谓。因为比方说我自己就是个很节俭的人，我就是每次那个拉大便我那个纸只撕2格的，我觉得完全 OK。 对，你愿意比方说，因为我在豆瓣上看到很多那种节俭女孩的那种就是那种小组啊，我觉得过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这样是 OK， 你比方说他是物欲比较低的，或者就是说想要那个 fire 的那种人，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只要不要去就是让别人受到损失，就包括男的也是这样啊，男的你不要让别人遭受损失，你自己是个很节俭或很贫穷，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重点就是因为也有很多穷困的男的是大方的，也是有的，我交往过的也有穷男的人很大方，他身上有100块钱他就全花在你身上，也有这种人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跟穷不穷问题不大，还是个人品质问题。所以你想他在跟你交往热恋期他都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你们结婚以后你认为他会有多大方呢？那 I don't think so。 反正就是大家想清楚吧，就是真的远离抠门男好不好？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咯，拜拜拜拜。